男生女生就是蹦就可以生出宝宝了呢。我们蹦蹦蹦蹦蹦蹦生不出来呢。男们快来看你的弟弟妹妹。对耶，如果以后他们出生的话，你就是姐姐嘞。贝拉现在就有点像徐伟宁，再配一个混血就会像徐伟。哦，我们就是新妈了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帮我们订阅、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。来个啾！频道会员全面优化，欢迎加入贝果果！耶！大家好，我是卡卡，我是贝拉，我们是阿卡贝拉。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，男同志跟女同志要怎么生宝宝。就我们要生宝宝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，毕竟男生女生就是蹦就可以生出宝宝了呢。我们蹦蹦蹦蹦蹦蹦生不出来呢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方式。然后我们今天就稍微帮大家整理一下。然后其实很多人就会问我们说，你们会不会考虑收养小孩啊？其实我们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是收养小孩在法律上对同志还非常不友善的一个状态。不管是男同志或女同志啊，我们一旦结婚了呢，我们都不能收养小孩了呢，是不是很棒棒啊？我们可以收养小孩的方式是我们在不结婚的状态下，我们其中一方先去收养小孩，但是呢，即使是结婚了以后，另外一方还是无法成为法律认证的另外一个妈妈。收养小孩也是会没有我们的基因嘛。不过就算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卵子去生小孩，不管是在台湾出生、美国出生还是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只能有一个妈妈，就是在现在的法律是这样。所以其实非常希望法律之后可以调整或改善，很无奈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开始，先跟大家说一下女同志要怎么生宝宝。第一个大选项是借精试管，然后有方案1跟方案2。方案1就是呢，我们现在台湾冻好卵，然后呢再去国外借精做试管婴儿，然后自己怀孕生小孩，就是第一个。现在台冻卵借精试管，但是要先注意一下，我们现在说的都是在国外借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好棒棒的法律，女同志是不能够借精的，男同志也不能够借卵的，因为在台湾的法律目前是只有异性恋夫妻，而且你有不孕症的证明，你才可以借精子的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台湾的法律目前规定会比较严格啦。然后先说在台冻卵借精试管呢，总共的费用大概是65到81万元台币。在台湾单纯一个人的冻卵费用大概是8万到10万元，运送到美国就要去做试管婴儿，单纯卵子的运送费用大概是5000块钱的美金，挺不便宜的。我们需要留在美国的时间呢，自己怀宝宝的那一方需要在美国至少3周，但是这个3周是把那个受精卵植入到你的体内以后，至少要3周。植入以后呢，就开始怀孕了嘛，3周后你就可以先回台湾，就是养胎啊等等。但是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受精卵其实用植入的方式跟天然生育是一样的，你有可能会流产，所以如果流产的话呢，全部手续要重新来一次，然后重新花一次钱。其实说真的还蛮辛苦的。在台湾生宝宝的话，就是不用特别再回美国，就是在台湾生下来就好了。然后总耗时的话，大概就是从你开始冻卵到来回去确定你到底有没有宝宝，大概是5到6个月的时间。就是先冻卵，然后冻一段时间再过去美国，其实会比较贵。好处就是像我们现在的状态，就是我们还不确定什么时候要宝宝，你们就趁年轻先把卵子给冻卵起来，然后之后再看。所以这个主要问题是有时间的考量。而且如果我们去美国要冻卵的话，建议至少冻30颗卵子以上，因为运送的过程有可能会耗损，而且你的卵子也不一定是每一颗都会是没有瑕疵的卵子，所以至少会建议要30颗，有可能就是要2次的冻卵。因为像我们冻卵一次，贝拉是16颗，我是6颗，像我的数量就很不够。好，方案2一样是借精试管，直接赴美取卵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已经确定你要宝宝了，就是在美国做取卵的手术，然后做完以后呢，你就开始直接跟精子银行他们对好，然后做好受精卵，然后各种检查等等的，大概的费用是46万到62万。我们现在取卵加上要自己怀孕，需要留在美国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。取卵大概我们就花2-3周了，你加上要把受精卵放在你自己的肚子里的话，大概就要1到2个月的时间。然后放进去以后，过程就会跟刚前一个方案1一样，受孕成功的话就台湾生就好，不小心流产的话就是要重新run过一次，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个方案2就是比较适合你已经确定你现在就想要宝宝，费用也会相对比较便宜。不过你就要注意自己的年纪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卵子的健康程度。费用的差别其实有可能会因为时间的长短啦，然后还有你有没有进行 PGS 的胚
开着床前基因筛检，简单来说就是先检查你的受精卵有没有一些基因上的缺陷等等的。但是这个通常会建议35岁以上的人的卵子再去做检查，或是你也可以之后再做羊膜穿刺，这个费用会比较便宜。那第二个女同志的大项目呢，就是借精代孕，一样呢有2个方案。方案一就是会在台湾冻卵之后呢，去美国借精，然后在美国找代理孕母，因为目前台湾代理孕母这个事情也是不合法的。但是在国外做的话，再把小孩带回来就是合法的。总共的花费呢要432万到444万台币。会这么贵是因为代理孕母真的很贵。然后在美国的时间是你只是要把自己的卵子送到美国，所以你其实可以完全不用去美国的，只有在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你要去美国把小孩接回来这样子。所以总共耗时的时间会是1年到1年半。第二个方案呢，就是人到美国直接在那里开始进行取卵的过程，然后在美国当地直接借精，然后直接代孕，这也是比较快速，就是你现在已经确定就是要小孩。然后总共的花费是408万到420万台币。在美国的时间呢，大概要到2到3周取卵，取卵以后你就可以回国了，卵子就直接拿去做受精卵以后放进去代理孕母的身体里面这样子。然后一样就是小孩生出来之后，你再去美国接小孩就好了。这个总耗时大概是10到11个月，就是差不多怀一个孩子的过程。我补充说明一下，就是像刚刚不管是代理孕母的话，一定是当场在美国生小孩嘛。但如果你是自己怀孕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决定你要在美国生产，还是你要在台湾生产。不过因为现在在美国生产，就是你要多付一个美国的费用。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要小孩一出生就会有美国的户籍，不过因为现在美国的法令一直在调整，所以你不一定可以拿到美国户籍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样都是合法的。然后可能有一些人会问，为什么要代理孕母，或是为什么女同志还要再借卵子？代理孕母有一些问题，主要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体是没有办法生小孩，或是非常不适合生小孩。取卵的话，也有些人会因为先天的问题没有办法产出优良的卵子，就这一些都是要依照你的身体状况去跟医师咨询跟调整的，然后费用也会因为这样子有很大的落差。以上女同志这些方案全部都是参考，主要还是让大家就是先稍微清楚一下过程是什么，毕竟这些的确蛮复杂，但是还是要你真的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必须先去医院啊或是一些机构去好好咨询，才会得出每个人身体不一样的适合的方案。刚刚以上的费用也是机票啊、饭店啊、食物那些都没有算进去，全部都是要另外计费的。不过大家也可以就是稍微放心一下，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英文不好，如果要去美国借精啊，然后去取卵会不会很复杂？其实还好，因为这些机构很多都是有华语的服务的。接下来就是男同志怎么生宝宝了，跟我们发生一样的问题，就是不管你是领养还是生宝宝，你就是只能有一个爸爸。我们就只是希望未来这个法案可以对我们再友善一点，不然小孩就是会有点辛苦，我觉得我们自己也会有一点辛苦，权益也会因为一些法律有一点被限制住。然后男同志的选择其实就比较少，只能借卵子，然后再找代理孕母去借卵代孕，费用大概是446万到465万，比我们还贵，卵子比精子贵。然后耗时大概是1年到1年半的时间。方案一是直接到美国取精子，也是你就是立刻就是需要生宝宝了，那也就是先在台湾检查，然后你再到美国取精以后再借卵，然后再寻找代理孕母，然后实际的费用约446万台币，但是你只要在美国停留大概3到5天的时间，因为男生不需要月经期，就是你只要 biu 就可以取精了这样子。然后你取完精子以后就可以直接回国了，之后宝宝出生的时候你再到美国去接宝宝回来。方案2的话就是在台湾先把精子给冻起来，可以比较多时间可以考虑。在台湾冻精就会稍微贵一点，跟女同志一样，在通过国境运输将精子送到美国以后再借卵代孕，然后总共的费用加起来大概是465万台币。但这个好处就是你完全不需要本人到美国，所以他可能不加上吃饭机票那些钱，其实还比较便宜，也是到孩子出生以后再回来。然后有一些人就会说你都不用去美国看孩子，其实你要去看也是可以看，但你就会看到一个孕妇跟超音波之类的，所以就是看你能不能放心的信任机构。然后如果有需要再做那个胚胎检测的话，一样也是另外再加钱上去。然后讲了这些漏等啊，一定会很多人问我们说那我们现在规划是什么啊，然后宝宝到底是怎样啊？大家听到这边会觉得很混乱，然后觉得生个小孩怎么也太累了吧，人家那么简单，我们这么难。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头很痛，一定也会有老一辈人说你们能不能生小孩这么复杂，你们不要当同志了。但是我们就会说这真的也不是我们选择的，我们会跟同性在一起，就是我们觉得这样比较快乐，这样比较舒服，不能因为爱一个人就是爱他的灵魂，爱他的内在。
不会因为传宗接代这件事情，然后去让自己变得不快乐。你一定也要快乐，然后你再有宝宝，那你这个家庭才会快乐。所以这个根基才是快乐的。只是为了传宗接代的话，那我们就跟果蝇一直生一直生，没有什么两样。那果蝇很会生啊，果蝇就是统治世界就好。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黑宝宝啊，还有一个长宝宝。我们现在冻卵是先选择冻10年，是因为我们觉得要照顾自己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，再照顾春春满满也挺不容易的嘛，就觉得我们需要可能再多一点时间思考，等我们经济稳定、状况稳定、身体稳定的时候，就基础都打好了。对，然后再多一点两人相处的时间，毕竟我们在一起以后就遇到疫情都没有出国去玩，所以我们需要多一点两人旅行的时间。真的，对，不能那么快生宝宝，只能告诉你们我们有这个想法，有这个计划，但是还没有决定是要哪一个时间。但是我们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AI 预测宝宝长什么样子。这个呢是长得比较像贝拉的，是吗？对，怎么觉得长得有点像中南亚混血？会吗？我觉得蛮可爱的，你看是蛮可爱的，他眼睛的双眼皮，就是因为眼睛大，然后双眼皮又很深，所以很像印度人，耳垂很大，对啊，也很耳垂也很长哎，整体来说还算可爱吧？嗯，蛮可爱的。没有你尖尖的眼睛哎，哦，但是是我们两个混合的，说不定我尖尖眼睛混合你的圆圆眼睛就没有那么尖，也没有那么圆，它就是这样，就是一颗葡萄干啊。这一个呢，就是比较像卡卡的。为什么感觉比较蠢啊？就感觉智商比较低耶，怎么办？你感觉这个性别是男生耶？不知道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你是选女生吗？没有，他没有让我选性别，选择是更像母方或是更像父方。我只是觉得他看起来会被欺负哎，怎么办？如果他是个男生，应该还是一个帅帅的小伙子，应该就温和会照顾妹妹的。满满，快点来看你的弟弟妹妹。对，如果以后他们出生的话，你就是姐姐嘞。他就是阿嬷了啦。哦，对。满满，你要当阿嬷了。你长这样，我们还是会隔代遗传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小孩长得有点像我弟，怎么办？我觉得长得像我哥可能好一点。他是浓眉浓睫毛，不小心隔代遗传长得像我哥的话，好像也不会很丑。因为如果我们是借精的话，我们也是去借外国精子吧，混血，然后又浓眉浓睫毛，你不觉得好像还不错？我在生小孩最怕就第一个长得不是很好看，很坏；第二个就是长大来变派金娜，就是你生小孩，我靠，我们生小孩那么辛苦哎，不知道花个50万到500万，然后养15年，然后长出来变派金娜，我会疯掉哎。虽然我也不是什么好小孩啊，我觉得这个还是跟我们之后的家庭教育很重要啦。但是来说想到头就很痛。接下来是大家问我们的问题了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同志伴侣可以收养小孩嘞？收养小孩吗？当然是不行。ダメ，我觉得非常痛苦的就是现在的法规，同志想要收养无血缘的小孩，必须是未婚身份。所以我们只能未婚的时候去收养，但是已经登记结婚以后，就是受限于同婚法案这件事情是没有血缘是不能共同收养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是未婚，然后再结婚，未婚生子，未婚收养，然后再结婚这种概念。但我还是不能当那个人的妈妈，就是非常的莫名其妙啦。第二题，台湾现在可以女生育了吗？女同志生育是不是没有办法保留双方的基因？这个是我们也非常想要知道的答案。答案就是不行。主要是现在技术还没有办法做到，100年后也许可以做到哦。因为现在生育主要还是需要精子跟卵子的结合，所以还是没有办法非常确保双方的基因被保留下来了。我们也有想过，就是跟亲戚借啊什么，但是因为觉得太恶心了，就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。不可能做得到啦，而且法律上也不行。重点是，主要你要借他们精子之前，你要先检测到你是不孕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哦，我知道你说什么，不要自己植入。No。第三题呢，就是打排卵针，除了肚子胀胀的，还有哪些副作用？相关副作用有水肿、头晕、心悸，但是你只要多喝水、电解质多补充就可以改善。另外还有一些比较低的几率会发生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。基本上你在做这个过程的时候，会先去检查你身体状况，然后会先用内诊帮你检查你卵巢的状况，才会去决定你适不适合打排卵针这个东西。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。最有可能就是肚子变比较胀，然后像我是取卵前当天早上我才开始觉得很胀，贝拉大概是取卵的2-3天前就开始胀，所以贝拉比较辛苦一点。好，第4题，若孩子出生好奇想认识生父，精子银行有相关规范吗？要如何预防生父或是小孩近亲的问题呢？答案是精子银行是匿名的，所以它不会提供生父的联络资讯跟资料。对，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联络到的。台湾其实也不能直接借精嘛，你精子一定是在美国那边去借的，
其实不太有可能在美国还会有你的近亲，然后会发生近亲反应有基因缺陷的这个问题，几率是非常很低，所以不太需要担心这个问题。但如果你真的非常担心的话，你可以去做亲子鉴定的检查。第5题，听说之前有抽女生骨髓变成精子，请问这个技术有成熟了吗？答案是理论上是可以的，但是在临床实验上还没有发展成熟，所以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用到这个技术。但是我蛮期待的。那还是我们就先冻卵起来，那不要动骨髓吧？不用动骨髓吧？不是，他是要把抽骨髓变成精子，那就再动骨髓啊。但听说抽骨髓很痛，因为好像不能打麻醉，我不知道。对，因为打麻醉好像会那个影响到身体的一些反应，还是怎么样？目前就是没有办法，不然我们早就去了。多想要我的宝宝长得像贝拉，也像我，就有时候很希望我们可以这样子嘟嘟嘟嘟嘟。就算我哪一天就变性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这样子。我们要下辈子重新投胎，然后一个投男一个投女的才行。可是结果投出来以后发现，已经可以骨髓生小孩了，白投一投。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我们，就是如果之后开放共同收养小孩，还是会想要自己生吗？我们觉得在经济能力允许的话，还是会想要至少有一方的基因，虽然是真的是蛮贵的。然后第2题是，许多人担心，如果是同志家里生出来的小孩会比较特别的话，那外界会不会有各种声音，建议怎么样心态去应对？老实说，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生小孩，所以也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只能说，从小就开始建立温暖，给他爱，然后让他培养自信心。正面的想法。但我觉得除了我们可以控制的之外，最主要是整个社会要开始变得比较友善、开放、接纳这种多元的家庭了。我觉得才可以去避免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。不管今天这个家庭是同性恋，或是异性恋，或是怎么样的，那这个家庭一定会有各种问题嘛。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要大家可以接受多元的东西，然后多学习一些多元的知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法律上也是一个重要事，因为像你们也知道，同婚也是刚通过没有几年，然后同志生小孩子在法律上还有很多限制。我觉得有一部分会因为法律的这个认同，让我们可能会被歧视，或是我们会被用奇怪眼光去看待，就大家还会用一个既定的想法套用在我们身上，但是就是不适合。所以我觉得根源上会希望社会上的法律可以调整更公平一点。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卡卡跟贝拉要生育，会选择用谁的卵？先用贝拉的，因为毕竟我的卵还是比较多，所以风险会比较少，然后她也比较年轻，也比较漂亮。但是如果钱够的话，就是会再用我的，目前就是生混血宝宝，希望能生出下一个许魏宁。可以啊，可以吗？贝拉现在就有点像徐伟宁，再配一个混血就会像徐伟宁。我们就是新妈了。然后你要生出下一个谁？大家都说你很像谁？艾玛华生哦，哪有？汤唯。对啊，再生出下一个汤唯。吴卓源。好了，妈妈现在想太多，我们要先投资个500万才可以生出一个小孩，他也有可能就是砍掉，跟他妈一样。这集是比较严肃的议题，所以我们才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去带过，然后希望可以帮你们就大概了解费用啊这些选择，可是实际上要怎么做还是需要你们自己去咨询的。希望大家都是可以生宝宝快乐。生出乖巧、孝顺、可爱、温柔、帅气、漂亮、高富美、白富帅的宝宝们。拜拜。白富帅是什么？拜拜。